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金丁。本期我们将正式进入人城之战第8场对决。上一场，始皇帝和哈迪斯王与王的巅峰之战，最终由始皇帝融合了剑铠式攻防合一的一剑取得了胜利，替人类方拿下1分，比分来到了4比3。这是人类方首次取得比分的反超。这样一来，自傲的神明们接下来势必会派出王牌选手来挽回场子。那么接下来这第8场对决，人类和神明方究竟会派出谁出战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赶紧进我们的解说时刻。擂台上，始皇帝向哈迪斯作揖行礼后，场面观众席上爆发出响彻云霄的喝彩声。人类方看台上炸开了锅，都在齐声高喊着始皇帝的名字，和开场前的质疑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始皇帝向所有人证明了他千古帝王的实力。女武神一边，布伦希尔德和妹妹格雷也激动地欢呼了起来。不仅是他们，还有开膛手杰克和11女、佐佐木小次郎、2女冲天总司和近藤勇，以及4圣人、历代皇帝和春燕，他们都在替始皇帝取得胜利而欢呼喝彩。回到擂台上，始皇勾践剑随着一阵白雾变回了使女亚尔维特。此刻的亚尔维特状态有些不妙，浑身都是伤，但下一刻还是扶住了要支撑不住的始皇帝。亚尔维特让始皇帝不要强撑，那副身体已经不堪重负了吧？始皇帝笑着回应道：“没问题的，不是说了吗？要相信朕。”可话音刚落，始皇帝的神情一滞，再也支撑不住，倒在了地上，显然是力竭晕了过去。亚尔维特慌张地喊叫道：“医疗队快来呀！”在后台目睹了全过程的佐佐木一行人看着晕过去的始皇帝，并没有露出意外的神情，毕竟承受了那么重的伤。2女何瑞斯特称赞起始皇帝和妹妹可真厉害，竟然把哈迪斯大人的枪都给打碎了。这时佐佐木却反驳道：“其实击碎哈迪斯4血枪的并不是他们的力量。”他解释道，在那个时候，始皇帝接住了哈迪斯突死的一刹那，用奴氏波流龟击中了4血枪的气核。何瑞斯特问道：“枪那种东西也有核心吗？”小次郎接着说道：“正常来说是没有的，但那把4血枪被哈迪斯注入了神血，已经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说4血枪是活着的。正因为此，始皇帝才看见了4血枪的气核，从而削弱了哈迪斯的必杀一击。”何瑞斯特又问道：“那这样就能破坏那把枪了吗？”小次郎还没开口，一旁的冲天总司突然说道：“接下来就要借用哈迪斯的力量了。”何瑞斯特回忆了一下，在那之后，始皇帝用了成立天凤，但不是没效果吗？小次郎摇了摇头，解释道：“一般情况下的成立天凤是承受住对手攻击，再从体内返还回去。但那个时候，始皇帝是用剑承受的哈迪斯必杀一击，那把剑已经和始皇帝融为一体，所以他将力量储存了起来，最后用哈迪斯自己的力量才击碎了4血枪。”听完解释后，何瑞斯特才恍然大悟，虽然从一开始始皇帝和妹妹就吵个不停，但却意外的很有相信呢。小次郎也夸赞道：“不只是始皇帝，他的妹妹亚尔维特也很了不起呢，居然承受住了那么恐怖的力量。”听到妹妹被夸赞，作为姐姐的她也很高兴。这时一直没插嘴的近藤勇表示，始皇帝还真是厉害呢，拥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技能，简直就是在赌命。古往今来能配上这种程度的帝王，也就只有始皇帝了吧。和人类方一边的欢声笑语截然相反的是，神明一边，冥界之王哈迪斯的败北是谁也没料到的结局，全都张着大嘴不敢相信，气氛是压抑到了极点。VIP 席位上，阿瑞斯气愤的将护栏都给捏爆了。哈迪斯大人会输这种事，他怎么也接受不了。比他更气愤的还得是刚复活不久的希拉尔克阿托摩奇，一脚踢碎了大门走了出去。赫尔墨斯问起他要去哪里，阿托摩奇咬着牙说道：“管你什么游戏也好，比赛也罢，跟我都没关系，我想杀谁便杀谁。”看着情况不太妙的阿托摩奇，赫尔墨斯向宙斯询问道：“这真的没问题吗？”但此刻的宙斯还沉浸在上一场比赛中，向赫尔墨斯说道：“直到最后，他都在道歉啊。”回到擂台上，主持人正激动地解说着第6场和第7场比赛都是人类方取得胜利。施加和始皇帝拿下2连胜后，人类方竟然完成了对神明的反超，这是神明方不可容忍的，在下一场必须扳回一场。此刻被打得破烂不堪的擂台正在进行修整和装饰，所以接下来将会是第8场比赛开战前的休息时间。医务室里，女武神2姐妹正担忧地看着正接受治疗的始皇帝和亚尔维特，看那状况，估计短时间是醒不了了。医务人员表示，女武神暂且不谈，但那个人类的状况此刻很危险，现在也只能看他自己的生命力了。离开了医务室，走在路上，格雷还沉浸在上一场比赛的胜利喜悦中，但布伦希尔德显然是有心事，一言不发地带着妹妹赶往世家的房间。但走到一半，突然想起，世家的话真的会好好待在房间里休息吗？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叫住了他们，来人正是怒气冲天的阿童摩奇，脸色阴沉地问道：“那个叫始皇帝的家伙被你们藏在哪里？”格雷被这人的恐怖气势吓了一跳，正想问这人是什么来头，就见希尔德低头恭敬地喊道：“好久不见了，阿童摩奇大人。”此话一出，格雷更是吓傻了。阿童摩奇大人不是被波塞冬大人杀了吗？难道有鬼吗？布伦希尔德倒是很冷静，看样子之前听说的传闻是真的呢，您还活着。阿童摩奇一拳打在柱子上，他可不想说这些废话，怒视着希尔德：“回答我的问题，不然就杀了你。”看他凶恶的表情和插进柱子里的手，显然不是开玩笑。但正因如此，希尔德更不能告知其始皇帝的位置，回拒了他。
下一秒，猛烈的拳头撕裂了柱子，就要将希尔德拍碎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慧叔的手掌被切断，掉在地上。喂，别妨碍我呀，别西伯！来人正是不久前复活了他的苍蝇王别西伯。他出手阻止的原因很简单，要是把希尔德杀了，那诸神黄昏就要结束了。请不要夺走我的乐趣，那种事情和我可没关系。两人剑拔弩张地看着对方，现场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别西卜突然说道：“阿托摩奇，哈里斯所展现出来的神明威信，你是想让其蒙羞吗？”此话一出，阿托摩奇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。虽然他此刻恨不得把那家伙撕成碎片，但别西卜说的没错。想起哈里斯在场上为神明的荣耀展示最后的身姿，他怎么能做这种不耻的事呢？怒骂了一句混蛋后，转身就走，戴上了面具，沉声道：“好，等这场战斗结束，你这家伙还有那个人类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”阿托摩奇走后，格雷总算是长舒了一口气，还以为要死在这里呢。希尔德向别西卜的出手相助表示了感谢，但收到的回应却是：“你们小心点吧，这里不只有我和阿托摩奇，想把人类通通杀光，无法克制这份冲动的神还有很多呢。”天剑户外的大树下，世家果然没有安分的在房间里养伤，而是跑到了这里悠闲的吃零食。比起那充满硝烟的战场，还是这里比较亲近。但立马就被腹部的剧痛给疼得哇哇叫，果然还是出来早了点嘛。这时一道人影走了过来，果然在这儿吗？此人的到来，世家并不意外，向他打招呼：“你来了，小静，你从病房里溜出来了吗？”世家，来人正是日本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坂田金时。这里简单科普一下，坂田金时又名金太郎，传说其拥有怪力，幼年时便能与熊相扑，后成为大将源赖光手下4大天王之一，一同参与了九尊童子对峙行动，在女武神里是人类方出战代表之一。他家世家说道：“医疗人员正到处找他呢，看着怪可怜的。”世家表示，病房那地方太无聊了，而且待在这里恢复的也比较快嘛。看着世家那歉意的神情，金时也没再劝说，接着解下了背上的大包裹，里面竟然装的是有金太郎图案的糖果。世家一见到好吃的就露出了原形，拿起了糖果大口吃了起来。在金时眼里，也只有世家有这种吃相了。不过吃归吃，还是要办正事的。有一件事，世家想拜托金时去做，还没听是什么事，金时就一口答应了，笑着表示，如果是世家拜托的事，他就不会拒绝。既然这样，世家便直言道，想拜托金时去调查一个人，一个能动摇诸神黄昏的男人——屠龙英雄齐格飞。这里简单科普一下，齐格飞是德国叙事诗《一个龙跟之歌》里的屠龙英雄，曾杀掉恶龙获得不死之躯，但沐浴龙血时背后被一片叶子挡住而留下的致命弱点。齐格飞的原型又是北欧神话里的屠龙英雄齐格鲁德，手持神剑斩杀恶龙并吃掉龙心，后成为了女武神布伦希尔的丈夫。两者间故事有一些不同，这个角色最终是什么样子，还得看梅村老师怎么去设定了。这一话并没有明确指出第8场的出战人员，人类方可能是新出场的坂田金时，也可能是还未登场的齐格飞，而神秘一方或许是真的气头上的阿托摩奇，让齐格飞作为神秘出战也是有可能的。反正不管如何，在下一回更新前，这一切都只是猜测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女武神第8战第1篇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关注和订阅哦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